代表了目的地本身，还包括了旅途上的一景一物、点点滴滴。一起走进古城，一探世界新7大奇迹之一。骑着驴上山，在这里跟野生动物一起同游，看大象。这里的人用动感与如诗如画的绝美风景互动，跟着当地人的欢呼，领略这里的足球精神。这里是杀人湖，也是捕鱼的好去处。跟着我们的步伐，一起走一趟极境之旅。极境之旅主持人葛凡再次启程，此行的目的地将落在哪里呢？哥伦比亚位于南美洲西北部，西班牙、美洲原住民、非洲移民定居在这里，形成多元丰富的文化。哥伦比亚作为拉美重要的旅游中心之一，它以枪支、毒品、文艺大师、世界小姐而闻名于世，让旅人们既畏惧又充满好奇。哥伦比亚第2大城市麦德林的名气其实并不比首都波哥大弱。麦德林是一座美丽和丰饶的山谷，地理条件很优越，位于哥伦比亚的中心地带，气候四季如春。上世纪90年代，麦德林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卡因加工和贩卖地之一，被国际评选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城市，是哥伦比亚最声名狼藉的犯罪之城。而它近年来脱胎换骨，成为全球知名的创新城市、世界最宜居城市之一，也是葛凡探索哥伦比亚的第1站。今日的麦德林已经变成是一个光鲜亮丽、拥有完善的轨道交通系统、被世界赞赏的大都市。究竟麦德林地铁是如何让这个城市从浴火中重生的呢？今天就让我们请到了麦德林达人 Julio 来告诉我们。I'm here to experience the metro system that you have. Absolutely. 麦德林的转型离不开让当地人深以为傲的公共交通系统。它拥有哥伦比亚第1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轨道交通系统，由电车、地铁和缆车组成。I got a card for you. Oh, thank you. We have something very cool over here. Actually, it's a top-up recycling machine. So you bring your bottles, you just put them in, and it'll give you credit to ride the metro, the tram, or any of the other systems. 麦德林居然有个回收系统，只要拿一些空的保特瓶，就可以来加值我们的交通卡。Wow, that's very intelligent, smart, eco-friendly. 麦德林轨道交通系统于1995年开始营运，每年的通勤量约达1.55亿。很难想象，在麦德林的交通系统却是这么的发达。Medellin, more than any other city, needs a metro system because we are 2.5 million people just in the city. If we count the whole metro area, it's 4 million people benefiting from this system. 麦德林拥有全球最酷的缆车系统。为什么说它是全球最酷？因为将麦德林从毒品和罪恶深渊里拯救出来的，正是城市交通系统。
其中最大胆的做法是连接了城市边缘陡峭山脊上的贫民窟和山谷中心的6条缆车。Wow, what a view! Yeah, the view is amazing. But you know what's even more important? This is solving a big problem that Medellin had. What is that? 麦德林是一座山城，一直面临着交通困难的问题。这个不是为了休闲旅游，而是为了本地人通勤交通而设置的缆车，也是直接推动麦德林社会转型的重要举措。坐缆车这个体验很特别，而是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风貌，密密麻麻的房子盖在这个山坡上面，很难想象在还没有缆车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移动，怎么样的上山跟下山。So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changes that the cable brought to the Medellin people? Well, actually, the changes have been tremendous in time and money. 过去人们需要1个半小时的通勤时间，而车费大约是3美元。如今有了轨道交通系统，每天有35万人乘坐缆车，只需要1张地铁票就可以从城郊的山区快速抵达城市中心。It's 45 minutes, and they just spent barely $1.2. Well, the metro system in Medellin is a source of pride. 这个轨道的交通系统让这个城市有了新的生命。麦德林有75%的人口居住在山坡上毫无规划的棚户区，越是贫困就住得越高越远。I grew up right here. 而在麦德林达人Julio的陪同下，缆车把葛凡带到Comuna 13这个曾经名为最暴力的贫民窟。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place. It's Comuna 13, very special place for me. 这是Julio长大的社区，他现在要带我去走一走。Let's go. So let's go. I'll show you my house. All right, yeah. Go. 第13区贫民窟地处交通要道，一度是毒枭争夺的地盘，一直被帮派和游击队控制。在上世纪90年代，它是最危险的社区。住在这里的居民一直承受着没完没了的暴力和战争。在毒枭与帮派火并炽烈的90年代，每天清晨，清洁队都会扫到几具尸体。Julio 就曾亲眼目睹死亡。To the point where I saw a girl lying on the floor. She was dead. Overnight, she was there. No. And then I would just step over and keep going on my way to university. No, you didn't. That's how bad it was. Oh my God, I can't imagine how it is to live like that. 随着毒枭帮派势力的瓦解，麦德林因为城市发展迎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罪恶之都到希望之城，蜕变就此展开。走这阶梯好累啊，好长的阶梯。无法想象以前这些爷爷奶奶们要回家的路多么的辛苦。Are we there? Almost there. Oh my God. Keep it up. Keep it up. I can't. Come on. Let's do it. We're there. We made it. Where? There. That's the escalator. Oh, there it is. 很快的，13区独步全球的创举出现在葛凡眼前。由于山谷的地形，麦德林成为世界上首个采用缆车和室外手扶电梯作为大容量交通工具的城市。这种交通方式有效改善了当地的交通问题。And how long is the escalator? We have 6 different sections, and it saves a total of 300 steps. 这条室外手扶电梯长约500公尺，安装了它之后，人们的出行时间由35分钟大幅度缩减为6分钟，让老弱病残都能走出社区，还使需要急救的病患能够快速送医。手扶梯并不是为了观光而建造的，他们从来没想过手扶梯会带来这么多观光客。The escalator, graffiti all around, that has brought tourism
which has moved the economy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and that has helped the community a lot. 13区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无处不在的涂鸦壁画，当地居民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潮流艺术街区。Yo, los guardios, Singapur en la casa, ya tú sabes cómo es. Esto es para Singapur. Singa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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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apur. 现在的 Comuna 13是一个充满涂鸦、充满人潮、充满音乐的地方。凭着独特的历史背景，13区贫民窟也造就了许多扬名国际的涂鸦艺术家。I think you should go meet Chota. He's a friend of mine, and he's one of the rock stars of graffiti in this area. Great, I'm so into art. Lovely. So that's something you should do. 一个滥杀无辜、恶名昭彰的毒枭，为什么直到今天仍然在这个社区里备受尊崇？哥伦比亚麦德林独一无二的交通系统，把碎片状态的社区连接起来，让贫民窟的孩子可以自由拥抱外面世界的精彩与正能量。Chota 是13区的传奇人物，凭借着独树一帜的壁画和涂鸦风格，他成为了远近驰名的艺术摇滚明星。因为麦德林达人Julio的关系，葛凡很幸运可以去拜访这些画作的作者 Chota， 并且跟他一起进行创作。Joda 的创作灵感是眼神，他觉得从眼神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灵魂。我们今天就是来创作画眼神。我是个初学者，我现在要来跟 Joda 学如何用喷漆来作画。Chota 在曾经最暴力的贫民窟里成长，血腥冲突和死亡天天在眼前上演。他最后选择用喷漆来取代武器，破除毒品帮派的诅咒，并且为现在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埋下了城市艺术的种子。Bueno, el mensaje principalmente es decirle al mundo que sí se puede, que los sueños primero empiezan aquí y los sueños también se pueden exportar, se pueden evidenciar, se pueden soñar. 不到5分钟，你看他的作品，栩栩如生的一个眼睛。Chota 在2008年开始大量进行创作，来作为逃离病态现实的方式。这当中，他以眼睛为主角所进行的创作，更获得大家的喜爱，并且成为了他的标志。Bueno, los ojos reflejan algo muy bonito, que es la mirada. La mirada para mí habla y describe mucho acerca de una persona, de cómo se siente, lo que quiere decir, sin necesidad de escuchar nunca su voz siquiera. 现在换我来练习。Eso, bien. Retíñela. Uy. Va. Va a ser un ojo como mirando hacia arriba. Va a quedar una perspectiva chévere. Uy. 哎，好丑！ Parce, va a quedar un ojo bacano cuando le diga. ¿Sí? Sí, yo sé que va a estar súper bacano. 老师给我信心，他说一定会很漂亮的。OK。艺术家有个正能量，我从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一种转变，一种在绝望中长大，在绝望中找到希望的一种感受，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Perfecto. Oh, qué lindo！ 在Chota的悉心指导下，葛凡顺利完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心灵之窗喷漆作品。这就是我今天完成的作品。现在呢，我要为我的作品签名。这里是麦德林，是天下第一毒枭Pablo Escobar的故乡。这里曾经是毒品王国。我来到这里，当然不能不对Pablo Escobar的生平感到好奇。1993年，Pablo Escobar被政府击毙，但是这里的当地人还是有很多人把他当成英雄，而这是为什么呢？
What is this area about? That is a place called Barrio Pablo Escobar, like a Pablo Escobar neighborhood, because it's a neighborhood what Pablo Escobar create for the low-income community. 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号人物呢？巴勃罗曾经是富可敌国、拥有军队、令人闻风丧胆的世界头号毒枭。巅峰时期，他一手打造的毒品王国，控制了美国80%的可卡因交易。他更跻身世界第7大富豪。上世纪80年代末的麦德林，贫富差距非常悬殊，很多穷人都住在贫民窟里，终日与垃圾为伍。巴勃罗于是发起了无贫民窟的麦德林项目，建造了数千所房屋送给穷人。马拉维亚社区，也就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Original houses like this, just one floor, a door, maybe 2 rooms, that's it. And he gave them for free? For free, yeah. 很多人说 Pablo Escobar 是为了参加竞选活动而把自己包装成为哥伦比亚的罗宾汉。How many neighborhoods did Pablo Escobar create? Or create only one. 天底下终究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里的居民获得了巴勃罗的恩惠，同时也必须允许他的麦德林贩毒集团在社区里肆意横行，沦为犯罪的大本营。然而，这一切无损社区里的人们对巴勃罗的感激。在巴勃罗社区里，大街小巷和房屋的外墙上都画上了巴勃罗的人像，还有他的生平事迹，甚至还有一个纪念巴勃罗的小广场，供居民和游客前来悼念和拍照打卡。很多店家都是以他的名字来取他的店名，他叫做 El Patrón， 是当地人对他的称呼。El Patrón 是老板的意思，可见 Pablo Escobar 在这个社区里还是活在很多人的心里和生活里。Today, we are in this moment where was the Monaco building. 哇，这里曾经是 Pablo Escobar 的家，在2019年的时候，他们把它炸毁了，而现在变成一个纪念公园。贩毒集团驰骋哥伦比亚的10年，是这个国家最暴力、最血腥的历史。这面墙记录着 Pablo Escobar 毒品王国时期发生的每一件爆炸案，真的是难以相信有这么多的爆炸案。两个非常矛盾的地方，非常大的对比，一个把他当成英雄，一个把他当成是杀人犯。1989年，巴勃罗直接策划的恐怖炸弹袭击事件就高达300宗。1, 2, 3, 4, 5, 6, 7, 8 bombs in one day. 哇 All of this was Pablo made it with his hands. 哇，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伤心啊！一个人可以有这么大的权力，然后做这么残酷的事情。The most important is to, with this timeline, is tell the people a little bit how it was to live in those times in Colombia. 这时间其实离我们很近，我们可以看到1990。那条走廊太长了啦！It's so sad to see this. For the words, 2 feelings. He was a hero. He was a big criminal. Okay, he maybe helped 3,000 people, but killed more than 47,000. 哇！
What is this？ 出发啦！有史以来最嚣张的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用毒品和武器掌控了世界，也开启了哥伦比亚最黑暗血腥的时代。And here is the other part of the history. Why are there so many holes on these walls? Are there bullet holes? No, my friend. These 47,000 holes represent all of the lives of people to die in this time of the war with Pablo Escobar. 哦，这每一个洞口都代表着被牺牲的无辜的生命。很多人是不知道他们名字，所以他们就在这一面墙有大概47000个洞来纪念他们。For m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tour is to understand to the history of Pablo. We don't show like a hero. We want to show the real killer what he was. 1993年12月2号，一代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被杀，结束了他臭名昭著、亡命之徒的一生。这个纪念公园，它其实是会让人感受到很沉重，会感觉到很震撼、很痛心的。导游告诉我说，哥伦比亚没有历史课这件事情，一个国家竟然没有历史课，所以更显得这个纪念公园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要提醒人们不要再重蹈覆辙。历史可以原谅，却绝对不能忘记。我现在在麦德林最大的市场。哥伦比亚是世界上拥有水果种类第2多的国家。今天我就要跟着我们的水果达人 Herman 一起走一趟市场，来找一下这边有多少的奇珍异果。Are you ready to explore the market? Of course I am. Let's do it. Vamos. 哥伦比亚这个世界上降雨量最多的热带国家，各地海拔高度差别大，因此盛产多种水果。How many fruits can we find in Colombia? In a market like this, you can find around 40, but in the whole country, there are more than 365 different varieties of edible fruits. 这些奇珍异果让哥伦比亚成为国际游客心目中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目的地。I like them to come here and experience Colombia through the fruits, through the color and diversity. Good, right? Good. This is the sweet passion fruit. Herman 是个非常活泼、非常有趣的一个人，他带着我去尝试各式各样不常见到的水果。So, the first fruit we're gonna try today, very Colombian fruit. Wow! 葵东茄也叫露露果，是哥伦比亚的特产，外表长得很像橙，多用来制作果汁和甜品，在哥伦比亚很受欢迎。非常非常的酸，真的很像是在吃果冻，然后是柠檬那种超级浓缩柠檬的果冻。It's super sour. It is very sour. Pitaya or dragon fruit. 导游说，哥伦比亚的黄龙果是世界上最甜的火龙果。先来看看味道如何啊！你们看这个果肉有端端端的感觉。哇！这是我吃过最甜的火龙果。It's yummy， 直接爬上第1名。哦，这好好吃哦。哥伦比亚拥有这么多种类的奇珍异果，究竟它们贵不贵？ It depends. No, honestly, in Colombia, most of fruits tend to be cheap. For a fruit of this, you can pay around 60, 70 cents. 7毛钱美金就可以买到这个，这太便宜了吧！这是水果的天堂啊！
This fruit is probably one of the strangest fruit of the market. 这个长相奇怪的东西叫角豆，它拥有坚硬的外壳，一点都不像水果。To try this one, we need a special tool. 还需要个锤子才能来试吃这个水果。在哥伦比亚，角豆还有个有趣的名字，叫臭脚丫。What is this? Smell it? It has a weird smell. Like smelly fish.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的确有点像脚臭的那个味道。We normally don't eat it like this. I don't like this. This is my least favorite. My least favorite. 最后一名就是它了。Oh, I need water.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presenting this very exotic fruit. I'll never see you again. 这个从外皮闻起来带有很明显油脂味道的水果，就是哥伦比亚的平民果王桃棕榈果。This one actually has been boiled. It's cooked. You cannot eat it raw because it's extremely hard. Oh, with some salt. Salt? Salt with honey. 当地人的吃法。好，现在就让我来尝尝看味道啦。盐巴会把它的水果的味道带出来，让它那个味道、甜味或者香味加倍。Oh, this is good. I think this is my number one now. I told you. 哇，我找到了第一名了，就是它。除了价廉物美，导游说桃棕榈果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功效。In Colombia, this fruit is known as the natural aphrodisiac. 所以这个水果呢，是对男性的一些功能是非常有帮助的。Okay, let me have some more. Wanna see it? Let's go. 跟着凯仁帮做这种水果的体验之旅，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好像是在寻宝，而且说不定还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哦。瓜塔佩坐落于麦德林东北方约80公里处，是哥伦比亚的一座美丽城镇。这里拥有秀丽的风景，矗立在湖边的瓜塔佩巨岩更被称为世界上最有个性的景点，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朝圣。除此之外，瓜塔佩还有一座引人入胜的千岛湖，其实它是一座水库。今天我们要来一趟游湖之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欣赏和体验瓜塔佩的湖光山色。Vamos. Ok. Chaleco. 准备好跟我们一起乘风破浪吧！出发啦！非常适合出船的一天，天气很美。乘船游湖是体验瓜塔佩最好的方式之一。碧海蓝天，这就是瓜塔佩的风景。小杰哥 Gracias. 啊，我们到了一个无人岛，他们说这里是用来露营用的。这里风景真的好美哦。这座人造水库是在1970年代的水力发电开发案中所建造。计划下，瓜塔佩水库分2阶段完成，并且形成了约74平方公里的湖泊。Esa represa la hicieron fue más que todo para energía. De esa represa se le vende energía a 5 países. Claro. A Perú, Ecuador, Bolivia, Colombia y Venezuela. 当初政府必须淹没2个城镇以完成计划，这涵盖了瓜塔佩跟它的中心。
水库建成后，从此改变了2座城镇和居民的命运。人造湖成为水上运动中心，为当地的旅游经济做出巨大贡献。Totalmente la isla de la fantasía, hay muchos sitios turísticos, pero acá más que todo se vive del turismo. Guatapé es un pueblo turístico. Todos consiguieron lanchas, otros trabajan en barcos, otros son pescadores, todo eso transformó el pueblo. 哇，很漂亮，有点像是千岛湖的那样感觉，享受大自然，非常的舒服。再次回到大自然的怀抱里面，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游湖之旅的最后呢，还有个精彩的彩蛋，到底是什么呢？啊，400阶了，还有200多阶要走，葛班加油！啊！ What is this？ 哇！哇！这是我吃过最甜的火龙果。出发啦！ 我们到了一个无人岛，这里风景真的好美哦。极境之旅主持人葛凡坐上当地人的摩托车，前往距离瓜塔佩小镇30分钟车程、一处与世独立的神秘幽静。 这里是拉卡苏拉泻湖，很多当地人会来这边玩水，而我身旁这位呢，就是 Pedro。非常感谢他邀请我来他的家乡，来体验哥伦比亚的在地风情。这座泻湖不大，除了宜人的景色，它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Ahí ves pues el sitio, Alberto, el charco tiene una forma de cazuela, por esta razón lleva ese nombre de la cazuela. 啊，我们可以看到瀑布呢，有点像是把手，那这个泻湖的地方就圆形的，就是它的锅子。这座泻湖在坊间相当受欢迎，不管平日或假日，都吸引很多当地人和外地游客到这里来玩水，享受大自然。 Pues un sitio muy ideal para uno divertirse y pasar un rato en familia. Se están divirtiendo acá ellos, ¿eh? 佩德罗说：“眼前的和平景象其实得来不易。原来这个区域曾经发生内战，暴力冲突迫使他和家人必须逃到麦德林避难。4年前，佩德罗才带着家人重新回到家乡，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 ¿Y cuál es la diferencia entre la vida de Medellín y de aquí? Totalmente diferente. Esto pues por acá es algo que ustedes como ven es un paraíso, es algo muy agradable. La vida de la ciudad siempre es un corre-corre, una situación difícil. ¡Oh! ¡Vas a saltar de ahí! ¡Estás loco! 哇，这边的生活实在是太写意了，就像 Pedro 刚刚分享的，搬到一个大家都想来度假的地方。 这个决定真是太美好了。Muy bien. Nos toca a nosotros. Animamos.
能重回大自然的怀抱，自由自在的跟人互动，能不用戴口罩的呼吸，会让我觉得这些是非常可贵的事情。平底锅泻湖无疑是放松和消暑的理想场所。葛凡坐着嘟嘟车赶赴一场与瓜塔佩小镇的约会。Okay, muchas gracias. Bien, con gusto. Muy bien. Hasta luego, con mucho gusto. Hasta luego. Hola, Beatriz. Hola, ¿cómo estás? Soy Alberto. 他是我今天的半日导游，他要带我们去逛逛瓜塔佩小镇。瓜塔佩曾经是一个农村，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成为哥伦比亚中部主要的发电中心。而小镇上到处是传统装饰的建筑，漆上各种鲜明的颜色，让小镇格外亮眼。哇，qué lindo！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色彩缤纷的房子？很多人说这里啊，像是打翻了调色盘的童话世界。Beatriz, ¿por qué es tan colorinche esta calle? Porque Guatapé necesitaba mejorar su economía. Entonces decidió pintar las calles y llenarlos de zócalos para hacerse más atractivo y que la gente viniera a visitarnos. 啊，原来他们是要发展观光经济，所以才把这个城镇涂满了色彩，来可以吸引观光客来。这里的另一大特色是房子下半部色彩缤纷的 Zócalo， 也就是3维立体浮雕。第一个立体浮雕出现于约100年前。据说这些立体浮雕原先是为防治水灾所设计，非常有这种3D 立体的效果。他们画的这些图案呢，都代表着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信仰。como esa, ¿verdad? Sí. 我们来看看，这比较简单，但是呢，颜色还是非常的鲜艳。哇 ，todo cemento。Todo en cemento. 哇，这些都是水泥做的。¿Es difícil de hacer? Solo hay 9 personas en Guatapé que son capaces de hacer zócalos. No. Sí. 在工匠的雕琢下，瓜塔佩小镇的立体浮雕每年都变得更加精致美丽，让这座安第斯度假小镇成了旅人的必访之地。这座被鲜艳的颜色围绕的广场是瓜塔佩小镇的地标之一，很多游客都不会错过来这里拍照打卡。这个广场是用来举办一些文艺活动的，就让我为大家表演一首歌吧。我来到了瓦达贝，我现在在索卡罗的广场，这里非常的鲜艳。¿Y el aplauso? A mí me gusta mucho que visiten Guatapé. Guatapé no es solamente casas de colores y zócalos en las paredes, sino que 瓜塔佩这座小镇还有很多有趣的人事物景，等待我们去好好挖掘、细细品味。哇，它就是让瓦达贝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瓦达贝巨岩。它中间的这个 Z 字形的楼梯，有没有很像一条拉链或者是鞋子的鞋带呢？它总共有659个阶梯，到底值不值得我爬上去欣赏上面的风景呢？等我爬上去之后，再跟你们说。高度约220公尺的瓜塔佩巨岩，雄奇俊俏，气势恢宏，是这里最显眼的自然地标。根据地质学家的说法，瓜塔佩巨岩大约有6500万年的历史。上世纪40年代，哥伦比亚政府发现了它的观光潜力，于是将巨岩定为国家名胜，而它则是在1954年才首次被攀登。镶嵌在巨岩缝隙间的那座人工修筑的拉链式天梯，光看就忍不住肾上腺素飙升。
它被游客泛称为世界最陡峭的阶梯，你敢挑战吗？哇，好高哦！我从远远的看呢，觉得它好像小小粒的嘛，还可以。你走越近，它反而越高啊！当时我就想说，我真的有必要走上去吗？400阶了，还有200多阶要走，葛班加油！啊！我已经爬了500多阶了，这边的景色已经很美了，不知道爬到上面还有什么样更壮观的景色等着我呢 ？Let's go！ 啊，我终于攻顶了！啊，我现在在巨岩顶上的观景台，我们在这边呢。可以说是有几乎360度的全景可以观赏。从观景台往下看，视野顿时开阔，千岛湖的风景一目了然。湖中尽是奇形怪状的小岛，湖水和岛屿的颜色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叹为观止。爬了659阶，再加上爬到这个观景台，非常值得，完全一点都不辛苦。对我来说，是我看过最美的风景之一。有彩虹，这么多湖泊集结在这边，那么多小岛，这个风景实在是不是一般的地方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又这么多人跟你一起欣赏，啊，那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Hola Singapore， 再来瓜达菲。所以如果来到瓜达菲，千万别被这个石头的高度吓到，你一定要上去走一走，拍照，在这边留念，在这边感受瓜达菲的这个魔法，你一定不会后悔。我现在在瓦达贝要做最后一项体验，那就是滑翔伞。光讲到这个名字，我的腿就在抖。跟着我一起飞翔吧！ 造访瓜塔佩，绝对不能错过激动人心的滑翔伞飞行体验。Estamos listos， 准备好了吗？Correr, correr fuerte, listo. OK. Bueno, puedes esperar una maravillosa aventura. Tenemos, aquí cogemos una altura de casi 50 metros y ya podemos estar viendo el embalse, la piedra del Peñol y ya toda la naturaleza que nos rodea de Guatapé. 好，跑了，起飞 ！Run,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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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 来到瓦达贝，竟然可以用滑翔伞的方式来从一个高空的角度俯瞰这个小镇，哇，这个经验实在是太让人难忘了。飞在天空，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我就像个叶子飘在空中，慢慢的这样盘旋、盘旋、盘旋。 整个飞行的过程，我是非常的享受。滑翔伞越飞越远，极境之旅主持人葛凡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和瓜塔佩行程也随之画下圆满的句点。哇，这才是重头戏！不行你看他我为什么要来体验这种东西？